大家好，我是大银。因为我最近有在玩 6.6 版本的新改曹操传，在这个版本当中，每个武将对比原版都有着不同的调整以及变化，还新添了许多宝物道具，增加了非常多的可玩性。今天来评选一下我心中的每位角色排行，评选标准为我在游玩时敌方的难度为 140%， 游戏版本号的时间为2026年6月14号的这一个版本。以下排名纯属个人意见，如果你有不同的想法，欢迎在留言区做留言，我们一起来讨论。如果有资料错误的地方，欢迎以及感谢告知，我来做文字上的修整以及补充和公告。曹操字孟德，小字阿瞒，东汉末年主要群雄之一，文武兼备的超世之杰，年少时便有治世之才，乱世中起兵讨伐群雄，逐步统一北方，其善于用人，广纳贤才，麾下谋士武将众多，建立曹魏政权基础，职位丞相，也是政治家、军事家、文学家和诗人，亦留下大量诗篇，精通兵法，著有《孙子略解》等兵书。其一生丰功伟绩，对中国历史影响深远，谥号武皇帝，由儿子曹丕、魏文帝追尊。曹操作为本传的主角，我个人是把他评价排到 S。进可攻，退可守，在武将和谋士中还能够自由切换，看情况还能充当补师。在这一版当中的曹操，天赋上有着非常多的加成，本身自带的光环 buff 天赋，不经一格的单位在我方回合时能够获得士气跟防御，还有召唤小恐龙宠物，看情况能让他当打手或者是牺牲的沙包。但稍微可惜的是不可控的单位，有点会影响我军阵型，所以后期我基本上都不使用。天赋中还有忽视对方攻击力的 20%， 还有众志成城，附近每多一个友军就增加 2% 的能力，敌军的话则是下降。而宝物绝影跟曹操的倚天剑有套装效果，算是内建给曹操的二次行动，整体人物非常的强大，所以评价给到 S。 曹彰字子文，曹操之子，曹丕之弟。曹彰勇武过人，喜爱征战，曹操曾称赞有其将帅之才。公元218年，建安23年，奉命率军北伐乌桓、代郡等地，平定鲜卑首领柯比能等势力，展现出出色的军事能力。曹丕继位后，曹彰受封任城王，后因病去世，年仅35岁。其以勇猛善战闻名。曹彰在原作中也是后期才会出现的角色。虽然整体数值跟徐晃差不多，但是因为这一版有驯兽师兵种的关系，对于这个新兵种，我个人是蛮喜欢的。人物建模有趣，天赋只有一条，逼抗倒虚，它的意思呢就是打击对方的要害攻击，效果是取对方防御力或者是精神力较低的一方为敌方的防御值。单从技能效果来看，这是一条神技能。普遍武将精神低下，测试则是防御低，因为这一条技能而打出优秀的伤害，配合上装备的效果，雷啸狂鞭加紫色长裙跟玉玺，让你的伤害发挥到最大。但相比于攻击，防御面整体就比较薄弱。虽然有穿着紫色长裙可以减轻点远距离的伤害，但也仅限于此。整体防御素质并不高，而且装备获取难度较大，需要通关过梦幻关卡，也没有其他合适的装备能够替换。最重要的是，还要跟几位其他猛将争夺近战部队的出场名额，上场难度偏大。原版的人物素质我记得是第一梯队的，所以稍微有点可惜，评价为 C。荀彧字文若，出身名门，早期主持军政和内政，举荐贤才，规划制度，对曹操统一北方贡献深远。其屡献良策，协调朝廷与军政事务，深受曹操倚重，被誉为王佐之才，被譬喻成如同西汉的张良。晚年因与曹操政见分歧，忧愤而终，为东汉末年最重要的谋臣之一。荀彧是我们最早获得的测试，入职在测试当中算是中间部队。长期以来测试最大的问题就是施法距离短，然后防御低下，除非你有把握能清场，不然让该单位往前，无疑就会造成很容易死亡。而在这一版当中，你会拿到一个道具叫做隐形头冠，能够在敌方回合变成敌方的友军，所以对方不会打趴，非常强力的效果。但是间接的攻击还是会被打到，例如炮车、计策或者是穿刺攻击。有了这个头冠之后，他就能够往前推到敌军的最前方，站在别人脸上，
配合这一版白羽扇能够无视地形的效果，将它的伤害放到最大，选择伤害系数最高的地系来做攻击敌人，所以评价给到 A。张合，字君义，早年先随韩馥，后随袁绍。在官渡之战时，袁绍采纳郭图意见，迫使他与高览一起转投降于曹操。凭借卓越的统兵才能，屡建战功，其善于因定制宜，灵活用兵，常年征战于河北、关中与汉中等地，平定叛乱，抵御蜀汉，战绩显著。历仕曹操、曹丕、曹睿三曹，为曹魏名将，名列五子良将之一。张合的兵种是连弩骑兵，天赋在中期的关卡有4件选择，可以在天赋上做调整，要主动连击还是致命一击2种选择。但是这边要注意的点是，不管你选择哪一个，敌方的单位就会变得跟你一样，所以这边的选择就要看你个人。如果选择主动连击，那中期你看到这些敌方单位会跟鬼一样可怕。如果你选择致命一击，后期你看到这些单位他们都会装连环砍，所以也会长得跟鬼一样可怕。夏侯渊跟张合的伤害都会差不多，所以就看你比较喜欢用谁。最棒的是，这种战棋游戏在每一格的位置都非常的重要，而它的新天赋可以让你在攻击完之后，还可以进行位置的移动，实施打带跑的战术。撇除攻击力有点稍稍不够，不然是真的非常的完美工兵部队，所以评价我给到 B 级。满宠，字伯尼，身高8尺，勇而有谋，同仇敌忾。公元219年，关羽北伐至樊城，援军被汉水淹没，曹人唯有数千人守城。此时外内断绝，曹军士气低落，众人劝曹人撤退弃城，避免被围城。满宠劝说之后，把自己的白马淹死，与士兵共同盟誓，以必死之心迎战。后随徐晃救兵到来，最后战胜关羽。满宠在这一版可以选择2个兵种，有医师以及辎重队。新增加的辎重队是一个纯补师的补助单位，本身无法主动攻击，天赋有计策穿透，就是增大范围的效果，可以增加覆盖友军的能力，非常的突出，让本来坚固只能放1个单位直接变成5个人，强阵直接从5人变成了9人。补血的部分也是递增范围，非常的优秀。临近单位还能够提供补血补魔的光环，牺牲了攻击换来的补助效果实在太好，完全没有理由不转辎重队。只是单单这样，他就已经有 S 级的评价了。再搭上他的专属套装黄金砍跟史考特或者是军令状，由于他本身的人物士气非常的低下，敌军单位打他一定是致命一击，所以给他穿上黄金铠保命，搭配策略先手的落雷或者是毒烟，而且它有计策穿透，在这里会直接变成一次打敌方的10字单位，非常的强大。只要把它推到敌方单位区，在没有必杀模式下，它近乎是无敌的存在。本身精神力也高，所以计策伤害对它也有限，评价给到 S。于禁，字文泽，早年随鲍信起兵，后归附曹操。以治军严整、执法严明著称，其长期参与征讨各方势力，屡立战功，深受曹操器重。公元197年遇水之难，曹操说：“唯有于禁能安定局面，让曹军重整旗鼓。”曹操称赞将军在乱讨暴，整军壁垒，有不可动之节，虽古之名将，何以加之？为五子良将之一。公元219年，建安24年，于樊城之战所败遭俘，向关羽投降，获释归位，因晚节受辱而遭后世议论。于禁，我们的步兵攻守，少数的远程单位。单看天赋有着忽视对方 20% 的防御，看起来好像有点厉害，但是在难度提升后，使用功勋模式，把他的武力提升到满档，攻击力也会有偏比较低下的情况。再加上这个版本的攻武器都是附带特殊效果，在不增强数值或者是伤害的情况下，我即使 buff 叠满，使用它打敌人，伤害也很有限。天赋中的戮力同心，队友被攻击时会触发攻击效果，在我们身上因为打不太痛，效果会变得比较普通。但是这个天赋在敌军之中就非常可怕，对方的弓箭部队通常是整团一起出现的，所以你在攻击时就要特别注意敌方的攻击范围，以免打了其中一个敌人直接被集火到死。
而千年雷沙弩这把弓要走的是计策混合伤害，雷震的耗磨高达 MP40， 基本上是射完一下就没磨了，就会变成连击，而且还有计策命中的问题，本身的精神力也不高，所以效果并不好。但是在我方 buff 条件凑满时，加上众志成城的这条天赋，在曹操的天赋上以及太平清理道宝物能够触发效果，附近相邻单位每一位会增加 2% 的效果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余烬的伤害就有机会来到非常的可观，所以评价给到 B。 甄宓，文昭甄皇后，又有甄姬的称呼，早年嫁与袁熙，袁氏败完后成曹丕之妻，后封魏国夫人。她以娴熟仁厚、勤俭爱民闻名，深受时人称誉，并育有魏明帝曹睿。公元221年，黄初年间因失宠遭曹丕赐死。公元226年，曹丕病重，立甄氏的儿子，当时平原王的曹睿为太子。曹睿即位后，追谥甄氏，曰文昭皇后。其生平对曹魏皇室的发展与后世文学皆有深远的影响。《洛神赋》是曹植的作品，也就是曹操的儿子，曹丕的弟弟。书中描写的是人神相遇却无法结合的凄美爱情故事。赋中的主角名为宓妃。甄宓是在这一版才新增加的女性单位，在功勋模式下，因为游戏系统引擎设置的关系，编号前100的单位才能加点功勋。甄宓的代码是137号，所以它完全没有办法增加功勋。但是也不用担心，因为到了后期，人物的5维都会调整在100上下左右，都是最高的一档，也不用担心他的能力会输人家。然后这边提醒一下，这个功勋机制的问题不是 bug。他的天赋效果可以策略魔法，但在友军身旁计策都能够复制，但是很抱歉的，回归不行。健康光环能够解除邻近队友的负面状态，在特殊关卡有奇效，根据当回合的需求让它发挥多功能的效果。在梦幻关卡中，如果你有拿到3个问号的紫色道具宝物，你就可以不用担心它的安全问题了，可以深入敌军，都可以让敌方视我军为友方单位，不会被攻击。还是要小心被计策或者是其他间接的伤害打到。人物的整体实力有点低下，所以评价只给到 B。 曹丕字子桓，是曹操和武宣变皇后的嫡长子，早年随父征战，参与军政事务。在曹操去世之后，继承父亲的魏王封号与丞相大权，并在公元220年后逼迫汉献帝禅让于他，改国号为魏，称魏文帝，驾崩于公元226年。曹丕本身有2个兵种可选，但是都跟陈玉绑定，一个是皇帝，一个是都督。对有计策回归的单位，应该尽量让他使用回归。当都督变成攻击部队，我个人觉得比较不太需要。而且皇帝的天赋太强，临近他的一格单位，我方回合时能够上 buff 全状态的提升，包含移动力，这个效果太强大。他放回归一定会临近我方单位，只要贴着它就能够自动全状态提升，非常的棒。所以你只需要考虑它的站位、生存情况就好。以目前版本来说，不可替代，评价给到 S。至于都督之后做陈玉兵种介绍时再一并解说，评价给到 C。贾诩字文和，早年曾任董卓部下，后辅佐李傕、郭汜等人，并在乱世中辗转求存。其善于洞察局势，审时度势。后归附曹操，参与国军大计，曾助曹操于潼关之战取得胜利。贾诩为人深沉谨慎，谋略出众，亦是曹操、曹丕官至太尉，为曹魏重要谋臣之一。曹操曾为立世子之事，临退左右，独问贾诩。贾诩说：“思原本初刘景升父子也，都想废长立幼，导致儿子之间冲突，成为失败部分原因。”曹操闻言大笑，议会。建安22年，公元217年，立曹丕为世子。在这一版中，倒是跟原作几乎相同，有新增了攻击技能、雷属性的计策，和提升了这一版中毒时会减少补血效果，算是不错的技能之一。但是整体的天赋只有一条，防御远距离伤害 40%， 这其实整体帮助不了多少。在不考虑敌军的装备下，140的难度打到都快直接死亡了。更何况后期敌军还会身穿连环铠以及佩戴其他宝物，超级容易直接打到一下就暴毙。而且这一个版本的等级上限拉高到了100等，数值都放很大，除非对方是敌军强力将领，比较不容易杀死，才会考虑用计策降防御或者是降攻击的方式来做攻打。
不然优先的考虑都是如何把对方快速杀死。这样一来，使我方一个单位来去降敌方的数值，又非常的不划算。赤壁之战时，有机会可以学习到计策连击，评价会稍微高一点，但是整体问题依旧没有改变。而且降属性的方式，其他部队也能透过天赋、道具、宝物来获得相同的效果。而雷属性的攻击本身耗费的 MP 还非常高，虽然有雨天跟雪天的伤害加成，而且他的能力数值还输给郭嘉，除非你在玩的时候让郭嘉死，贾诩才有机会出到场，还是放仓库居多，评价为 C。夏侯惇字元让，曹操的族兄弟。从曹操举兵讨伐黄巾军时，便已跟随征战；而在征讨吕布时，不幸被刘史射伤左目，从此便只用一只眼睛作战，官至大将军。曹操死后数月，夏侯惇也因病去世。作为原作最强力的武将单位之一，在这一个版本依旧是最强之一，不管是天赋或者是装备的配置，全都直接拉满，可以奋战攻击，不需要敌人死亡即可使用以前的引导攻击，也就是所谓的连斩，然后搭配新的道具行军眼罩，还能够连续攻击。一个回合内只要冲进敌方阵营，直接拿下敌方3个单位，完全没有任何问题。移动上前期有做了新增移动距离的加成，解决了以前短腿的问题。后期搭配套装能够自动增加全能力，完全不用担心它会掉状态。而在必杀模式下，甚至新增了斩首功能，能够帮助你解决难啃硬骨头的敌方单位，直接一回合秒杀，而且必杀的效果奋战攻击一样吃得到，一次打3只的强敌。如果有玩必杀模式，满状态的夏侯惇真的是强的可怕。甚至在玩蓝色幻想线时，它还能够触发绝处逢生的效果，一直自动回血跟解除负面状态，根本不容易杀死。稍微可惜的是，它的兵种选择跟张辽挂钩，分别为虎豹骑跟亲卫队，整体差距不大，但我比较喜欢大范围的攻击。但是为了让张辽转职成统军，夏侯惇就必须是亲卫队。然后在套装已经绑定的情况下，你在这支人物的额外探索几乎为零。没有什么其他配装能思考替换的，稍微有点可惜。妥妥的 S 级武将。这一支影片就先到这边啦。由于人数有点多，会分成3集制作，最后再出一个合集完整版的，或者微调一下资讯跟新增点东西。如果你对我的角色排行有着不同的想法或者相同评价，欢迎大家在留言区做讨论，我看到有空都会回复各位。最近呢，我也还在直播这一款新改曹操传，如果你有兴趣的话，也可以来观看我的直播，我们一起来讨论玩游戏。我是大一，那我们就下支影片或者直播见啦，大家拜拜。